太多题目了，你们相不相信？如果现在 Ctrl 加 F， 然后查询菜渣会有几个吗？不如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OK， 我们搜寻到了130个结果，你们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哦，我还要查另外一个渣，不好意思。152个，哇，打错字的人比打对字的人还要多呢。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开始吧。鱼竿跟菜渣是从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的话呢，应该是我大4的时候。喜欢哪位西洋歌手？比较年轻的时候啦，好不好？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凯蒂佩瑞，然后还有一个乐团叫 McFly， 非常的爱。喜欢什么样子的男性？有鸡鸡的。对生活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会怎么改善呢？请个女佣。平常休闲的时候都在干嘛？玩游戏。最近在玩的叫做极度缺氧。我跟菜渣到底是怎么关系？这一题实在太难回答了。下一位，菜渣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反正不是那个。哇，这个我挑一个问题回答。小时候的成绩好吗？我小时候的成绩真的是倍儿好的嘞，但是长大还不是来当 YouTuber 了。刚开始拍影片的动机是什么？人气还没有现在这么旺盛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想法吗？那时候看别人在录，好像很酷，所以我要来录，就跟现在大家的动机其实差不多啦。然后没有人看的话，我还蛮自我感觉良好的。我以前是那种100-200人，然后到1000人的时候就会超开心的。留言其实算是我的动力，比较在意大家留言的内容跟看到这一集会有什么想法，会不会开心啊，想要看什么啊之类的，会比较有兴趣。有在玩传说对决吗？没有。几岁开始拍片吗？18。以前鱼竿的出片方式是随机，所以我出轨了好多次。这人怎么那么可爱？这会拍成影片鱼竿身高多少？我自己是希望是160啦，但是我以前量身高都是158，但是我最近一次量身高变159，所以我们就说它是160吧。除了爵士鼓，还会什么乐器哦？其实我爵士鼓也不算会，因为我没有去上课。然后，但是我以前有学的是钢琴，以前有帮别人的贝斯代打，然后吉他是我妈妈教我的，吹了一小阵子的长号，还有我会打响板。想知道鱼竿的一天：起床、吃东西、玩电脑、吃东西、睡觉。和福谦怎么认识的？福谦这是你自己问的吧？怎么会有人 care 你啊？好像是因为有个 YouTuber 叫超立方，那个时候有个游戏叫做 Overwatch 非常红，那个时候我们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打 Overwatch， 但基于一个队伍需要5个人，所以我们找了一些超立方在 Discord 认识的朋友或是同学啦，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怎么认识的，所以福谦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想看福谦出现在更多影片，你想得美啦！喜欢你爽朗的个性，想请问你和男生相处和女生相处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吗？另外，请问你跟菜渣真的不是男女朋友吗？第二个问题不要回答。再来第一个问题，罗伊胖子。他们说我对女生跟对男生相处的方式有差别吗？没有。有没有欣赏过菜渣？一点点也好。反正这样讲好像就是祈求着我有一点欣赏菜渣。OK， 一点点好不好？为什么你家不能谈到灵异话题呢？其实也不是不行啊。我自己其实还蛮爱看一些什么灵异的东西的，只是节目效果嘛，要假装自己很柔弱、很害怕的感觉，这样子比较多人喜欢呢，对不对？现在的工作室跟以前的工作室比较喜欢哪一个？感觉在做工作室拍的影片都好热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以前工作室小啊，很难不录到别人啊。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室大，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录影，当然是比较好咯，所以比较喜欢新的。有看到粉丝送东西吗？目前没有。最喜欢和谁玩 Minecraft？ 现在是墩墩啊，因为他 Minecraft 小达人啊。都开台开到几点？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台了。但是开台的话，当然是开到累啊。在今年的影片，你发现影片也越来越瘦，你怎么瘦下来的、啊？怎么不问我是怎么胖回来的嘞？是不是曾经对菜渣有心动过？心动是哪方面？是想杀了他的那种的话，有。在你众多作品中最喜欢哪个呢？为什么喜欢他？我最喜欢的是，其实我每个都蛮喜欢的，不行讲不出最喜欢的。一年都出国几次？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5次以上哦，所以我计划1年要出国5次。有住过阿帕hotel吗？有。私下也是跟影片一样欢乐吗？没有，我私下非常的沉默寡言，不讲话。在日本拍 vlog 有什么困难吗？其实 vlog
就是一种记录的方式。但是如果太过于把它做成一个节目的话，它就变得像旅游节目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偏向于记录一下自己现在在干嘛，在吃什么，吃起来怎么样，这边看起来玩起来怎么样，但是不会想要特别去介绍某一个地方。所以基本上还是避免去拍到路人，以自己为主。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啊，有些国家的人就是很不喜欢被拍到，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录像 vlog 啊，或是出去玩的影片啊，都不要把相机对着别人，会比较好哦。下一个，什么时候才要跟菜单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工作算吗？多多跟菜单有小互动。什么叫小互动？殴打对方算吗？第一次拍片的心情如何？没有心情，就是觉得好好玩哦。吃指头要怎样做才不会在煎的时候散开？要怎么不会散开？就是你在打的时候就要把它打扎实一点啊，不要让它就是很容易散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妈做的狮子头。有没有建议让我可以对小动物不那么害怕？现在的状态无法跟小动物共处一室，那你真的是失去了很多人生的乐趣耶。我想一下哦，好像真的就是有些人会很怕小动物，就是他觉得小动物很可爱，然后很喜欢看小动物的影片啊、照片，但是亲自看到小动物本人的时候会很害怕。我觉得先去有养宠物的朋友家吧，就是先去接触认识的人所养的宠物，我觉得应该是个比较好的方法。有没有因为被许多人攻击，或者一段时间因为心情低落而放弃当 YouTuber？ 从来没有放弃当 YouTuber， 顶多是休息而已，调试自己心情，但是心里还是会想要回来做。生日只跟我差一天，那你属什么呢？是不是想借机调出我的年龄？我告诉你，工作是那么多人不会吵吗？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别人被我们吵邻居之类的。好长一段时间没在你们影片中看到和提到巧克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太确定了，他自己也在忙吧。最满意身体哪3个部位？3个部位怎么会有3个部位啊？满意的话，鼻子好了，没了鼻子的左边，鼻子的右边，鼻子的中间，3个部位。有什么家庭成员？这是什么问题？目前我家只有我跟我妈，除了 YouTuber 之外，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很废。最喜欢吃什么？咖喱饭跟蛋，但是咖喱饭跟蛋结合的咖喱蛋包饭却还好，奇怪。如果是咖喱饭上面放一个荷包蛋的话，就超棒的。鱼干你怎么这么美？你只是为了想出现在影片里面吧？好，没问题。鱼干跟阿帕交往多久了？没有在交往，不好意思，我喜欢带把儿的，他已经是公公了，真的很抱歉。如果世界上只剩菜渣，你会对他干什么？当然是吃了它。我说的吃是实际上的把它切成肉块，然后炖煮的那种吃。因为不然我要吃什么？打电话给巧克力，我才不要为什么 MSN 已读不回？你竟然还在用 MSN， 太酷了吧！这是真的呱呱还是假的呱呱？他说：“亲爱的鱼干，我是呱呱啦，恭喜你成为台湾第一位，不，怎么办？我怕我问的问题太烂，不然就问最保守的好了。请问每次呱呱都热情的表达对你的爱意，你有什么看法？为什么？这到底是谁啊？干嘛假装是呱呱？没有什么看法，我喜欢是男生。你会折板吗？折板是什么？有没有想染的发色？没有，还好，我对头发一直还好。你看我的布丁如此的精美。请问鱼干有在保养喉咙吗？如果有是怎么保养的？没有但是我不喝冰的，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可是不喝冰的其实跟喉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调身体而已。然后如果要唱歌之前不要吃太油的东西。因为毕竟它跟讲话不一样，讲话需要一点磁性跟气泡音。录讲话的东西，像是星期天他拍片之前，可能会想要吃一点比较油的东西，去加强自己的气泡音。但是唱歌的话，就是喝一些热茶吧，热水，有蒸汽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可能要去问一些更会唱歌的人。还记得创立频道的日期吗？忘记了，我只知道是2012年，我其他忘了。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和优点，缺点可能是不太会讲话吧。屁话太多了，优点应该也是屁话太多了，不知道这算缺点还是优点，可能同时都是吧。那就回答完了。当初做 YouTube 这项工作时，有没有被一些长辈朋友或者邻居说闲话？例如做这个不是很轻松，随便做就有钱了，为什么要做那个？那个对社会工作那个工作对社会有没有贡献？故意调侃你之类的？没有，没遇过。可能亲戚很后面才知道吧，一开始都是我妈一直在跟我说，你赶快去考个试啊，或是补习什么的，然后亲戚也没说话。什么时候交男朋友？18岁以后才能交男朋友，刚好18岁的话还不行吧。
鱼干跟肉干哪个比较喜欢吃？我觉得肉干比较好吃啦。露脸后有没有在路上被认出来？有。希望大家如果要拍照的话，也是可以亲自来找我，因为我都不会拒绝的。而且我不太喜欢被偷拍，是不是颇有钱的？这很难回答你，因为花的也蛮多的。喜欢长毛的猫咪吗？猫咪都喜欢。整体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又脏又乱，又臭又宅。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或是什么回忆风景啊？超级特别让你很难忘的高空弹跳，一片狗狗海和一片猫猫海要选哪一个？猫吧，狗狗海感觉会惊涛骇浪，猫猫海感觉就是一片平静。用橡皮筋射菜渣屁屁，打菜渣巴掌，这是 Q&A， 不是你说我做啊妈，我是不会去做的。罗伊，你那边有橡皮筋吗？可以公布一下自己的年收入吗？我不知道我其实没有在算。在自己夸胡吐槽说这算太私人吗？虽然这有点私人，但是我这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就至少我还可以去出国玩这样。高中期间对于鱼干来说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高中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段可以玩得蛮真心快乐的日子。高中认识的朋友，那个时候都是建立在毫无任何利益互换的情况下，因为你一旦到了大学，他就已经开始接近社会了。如果高中你有机会跟朋友有一些活动要办，或是参加一些课外活动的话，我是蛮推荐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多多的尝试。当然在现在这个社会，考试也是蛮重要的，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读书跟考试上，这样子你真的是还蛮浪费自己的青春的。你国中也在读书，小学也在读书，你上了大学之后，你要读的书又更难了，哪有由你玩4年啊，乱讲话。高中这段时间能够参加一些活动就参加吧。用一个字形容你见到菜渣的感觉，见到本人吗？呆。那个字也可以，可以介绍柜子里的公仔的，这有机会再说吧。为何你会怕鸭仔蛋吗？这种问题就跟你为何会怕蟑螂，你为何会怕老鼠一样，就是怕。可以寄喜帖给我吗？怎么寄？喜欢林俊杰吗？喜欢呢。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呢？我喜欢都是老歌江南可以吗？鱼干大大在学生时代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呢？像这种时候就很后悔自己学生时代怎么没有多做一点疯狂的事情。你习惯睡觉的时候有自己长久陪伴的小枕头或小被被吗？我没有，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有，我甚至知道他们还会帮自己的被被取名字。现在最红的小被被吗？小枕头应该是阿田吧。菜渣是什么血型？你是什么血型呢？而且这题为什么要问我啊？有看过标速宅男吗？没有。会讨厌狗狗吗？不讨厌，小动物我都还蛮爱的。请问 ANNIE72127中的72127是什么意思？ANI72127念起来蛮顺，没有特别的意思，也不是我的出生年月日。鱼干大大的学历是大学毕业，竟然会有人问学历，太酷了。鱼干大大是腐女吗？不算是。你什么时候才会19岁？一辈子都不可能。想问橱柜里的神钢蛋和命运钢蛋是谁的？一只是我煮的，另外一只是菜渣煮的。菜渣你煮的那只钢蛋是谁？为什么突然有一个很认真是鱼干对 YouTuber 所得是否该纳税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只能说我是都有依法乖乖的缴税了 OK， 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要好好的依照本国的法规去好好的缴税，就这样。会为了阿帕赶着生小孩吗？或者是我等呱呱赶快生一个？你要不要来回答一下我们是什么关系啊？这题真的很难回答我们是工作室的创办人。工作室的创办人合伙人。有人说是什么机缘下认识到卡比镜？为什么他不肯回宝贝球？为什么呢？你应该去问他本人啊。这次的 Q&A 就这样，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回答了多少题，也不知道我回答的内容有没有满意你们，但是我想回答不想回答的我都讲了，就这样。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花好可爱哦，哇。